55岁之后，你可能每天都在悄悄缺它。它不像缺钙那样容易骨折，也不像缺铁那样脸色苍白，但它的影响可能比你想象的深得多。头发掉得越来越多，你以为是压力大；吃饭没味道，你以为是年纪到了；动不动就感冒，你以为是免疫力自然下降；伤口愈合变慢，你以为只是皮肤老化。但如果这些症状同时出现，或者越来越频繁，很可能你缺的不是休息，而是锌。扎心的是，大部分中老年朋友根本不知道自己缺锌，因为它的信号太隐蔽了，太容易被归因到老了上面去了。那锌到底有多重要？55岁之后为什么特别容易缺？缺了又该怎么科学的补回来呢？接下来我将会把这3个问题一次性讲清楚。有最新的研究数据，有你可能已经出现却没意识到的缺锌信号，还有4种超市就能买到的日常高锌食物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对自己的饮食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判断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玉，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为您解读健康生活的小智慧。接下来分享的内容简单又有效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分享给家人朋友一起健康哦。锌，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微量元素。很多人对锌的印象停留在小孩发育需要补，但实际上，锌参与人体内200多种酶的合成与激活，从免疫系统运转到新陈代谢，到味觉、嗅觉的感知，再到皮肤和头发的健康，几乎没有一个系统能离开它。对55岁以上的人来说，锌更像一个低调的健康守护者，免疫力靠它维持，少感冒，少发烧。前列腺健康需要它，夜里少起几次。吃饭香不香也跟它直接相关。它还是抗氧化酶的核心原料，能清除自由基，延缓细胞老化。说白了，锌是身体运转的润滑剂。缺了它，各项功能就开始悄悄打折。补对了，延缓衰老；补多了，反而加速老化。2025年5月，临床营养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：每日摄入推荐剂量的锌10到25毫克，可以让生物年龄延缓 0.13 岁。但如果每天超过40毫克过量补锌，生物年龄反而会加速 3.23 岁。同年12月，发育细胞期刊的研究则从细胞层面解释了原因：缺锌会导致细胞内高尔基体碎裂， DNA 修复受阻，细胞加速衰老，而恢复正常的锌水平则可以修复这些损伤，改善衰老表现。结论很清晰，锌不是越多越好，但也绝对不能缺。适量的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抗老。55岁之后，为什么特别容易缺锌呢？主要是3个原因叠加在一起。第一，吸收能力下降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胃酸分泌减少，肠道蠕动变慢。就算吃了含锌的食物，身体能真正吸收的比例也在缩水。第二，主动戒掉了高锌食物。很多中老年人为了控血脂、控血糖，刻意少吃肉、少碰坚果，但这些偏偏是锌最集中的来源。越养生反而越容易缺。第三，慢性病和药物的干扰，长期服用利尿剂、部分降压药和肠胃药都会影响锌的吸收和代谢，悄悄把体内的锌消耗掉。不同地区对锌的每日推荐量其实存在明显差异，这说明各地专家对中老年人锌需求的判断并不一致，值得参考。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55岁以上人群每日摄入，男性11毫克，女性8.5毫克。台湾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标准明显更高，建议成年男性每日15毫克，女性12毫克。
香港卫生署则参照 WHO 标准，对成年人的建议区间为男性 9.5 毫克，女性7毫克左右。三地标准最高相差近1倍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点。实际调查显示，大部分中老年人的平均摄入量远低于各自地区的推荐值。越是饮食清淡、牙口不好、刻意养生、少吃肉的人，缺口往往越大，身体缺锌。会发出哪些信号呢？锌缺乏的表现很隐蔽，不像骨折那样显眼，也不像贫血那样直观。但如果你55岁后出现以下几种情况，建议认真对待：免疫力下降，经常感冒，或者得了带状疱疹反复不好，伤口愈合明显变慢，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，食欲越来越差，头发掉得多，指甲变脆，出现白斑，皮肤干燥，不明原因的情绪波动、健忘。男性出现前列腺不适、夜尿增多。这些症状单独出现可能是其他原因，但如果同时出现2-3个，很可能和锌摄入长期不足有关。补锌先从这4种食物开始。很多人一听缺锌，第一反应是去药店买补锌片，但补剂并非适合所有人，过量补锌反而会抑制铁和铜的吸收，甚至影响免疫功能。通过日常饮食补锌才是更安全、吸收更好的方式。1. 牡蛎，锌含量遥遥领先。每100克生牡蛎含锌约30到80毫克，养殖品种通常在50到70毫克区间，远超其他所有食物。但牡蛎性寒，中老年朋友适量食用即可，建议做熟后加姜丝蒜泥，记住消化，也更安全。2. 扇贝，牡蛎的温和替代。担心牡蛎寄生虫问题，扇贝是很好的替代选择。每100克扇贝含锌约 11.7 毫克，肉质鲜嫩，好消化，对肠胃友好。清蒸是最好的做法，最大程度保留营养。3. 牛肉，日常补锌最稳定的选择。每100克熟牛肉含锌约6毫克。更关键的是，动物性食物中的锌吸收率高达 40%， 远优于植物来源。建议每周吃2到3次，每次掌心大小的量，顺带补铁、补蛋白，一举多得。骨头汤也能提供一定的锌，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，顿时加点醋有助于矿物质析出。4. 南瓜子，素食者的最佳选择。不爱吃肉怎么办？南瓜子是植物界的锌冠军，每100克含锌约 7.5 到10毫克。虽然小麦胚芽的含锌量更高，但其中植酸含量也高，会抑制锌的吸收。相比之下，南瓜子的植酸含量更低，实际吸收效果更好。每天吃一小把，约20克当零食，同时还能保护前列腺。补锌要有度，过量同样有害。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建议，55岁以上人群锌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为：男性每天25毫克，女性每天21毫克。长期过量补锌可能带来3个风险。其一，抑制铁和钙的吸收，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。其二，破坏体内锌统平衡，引起胆固醇代谢紊乱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其三，在体内蓄积，引起中毒，出现恶心、呕吐、上腹疼痛，严重时甚至导致急性肾损伤。掌握这几个小技巧，让锌吸收更好。1. 如果你在服用补锌制剂，餐后补锌比空腹效果好，空腹容易刺激胃。2. 避免与高钙、高铁食物同时大量摄入，它们会竞争吸收通道。3. 适量蛋白质有助于锌的吸收和运输。
真正的养生从把心吃够开始。我们花很多心思在补钙、补蛋白、买各种抗老保健品上，却常常忘了这个参与200多种酶运转的微量元素。心不出风头，但它关乎免疫、味觉、皮肤、情绪，乃至整个衰老进程。研究发现，锌摄入充足的老年人，肺炎和带状疱疹等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明显更低。锌还能帮助维持血糖稳定，缓解动脉硬化进展。对本就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55岁以后，不要等到症状已经很明显了才想起补锌。牡蛎、扇贝、牛肉、南瓜子，把这几样加进日常饮食里，不需要仪式感，不需要保健品，从每一口饭开始，才是真正划算的长寿投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好用的养生方法。我们下次再见。